男人是人造型天才，仅仅3天就能学会弹钢琴，一晚写完整部小说。只是无聊看个李小龙的电影，他就能一个打10个，甚至随便搞搞金融，便可在弹指间狂赚4500万。最后赚钱赚的实在没意思，于是决定竞选下一届的美国总统。谁也不会想到，这个接近神的男人，就在不久前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。虽然好歹算个作家，但外表看起来就是标准流浪汉，不仅天天被编辑催稿，还被深知的女友无情甩掉。这个倒霉蛋就是男主艾迪。今天他终于有了改变人生的机会，因为在路上偶遇了前小舅子，对方宣称在一家制药厂工作，并说公司正准备推出一款新药，能完全开发人类大脑。表面是为了解救艾迪于水深火热，实则是勾引他赶紧上套，为此就免费送了1粒给他。然而这一片就价值800刀嘞，虽然听起来很不靠谱，但艾迪也是死猪不怕开水烫，打算尝试一下改变人生。然而在他吞下药丸的那一刻起，就开启了自己3个版的开挂人生。当他独自回到自己的公寓，就遇到前来收租的房东太太，可面对他的喋喋不休，艾迪却突然看见刚上楼的自己，随后大脑爆发出无穷的能量，面对身边发生的一切，竟然开始变得越发的清爽通透，不仅能听到不曾留意的微小声音，还能看清房东太太的每一根头发丝。此时他的瞳孔不断向外扩张，就连瞄了一眼挎包里的书中一角，里面内容就全都浮现在脑海中，然后仅凭这几处微小细节，瞬间就安抚住了焦躁的房东太太。 What's wrong? What? You don't like me and I don't blame you. You see a self-defeating, energy-sucking piece of shit who's sponging up your husband. You're wishing I'd blown my brains out, but my existence shouldn't make you this upset. What is it? 这句话尽数到了房东太太的心坎，竟让他推论出对方就读法律学校，并且猜出他为毕业论文烦恼。随后他指出该书不适合作为参考，因为这本书是由作者助理改编，为此他贴心的指导应该如何用更为有效的方法复习。然而仅仅1根烟的功夫，他就让对方由愤怒转变成崇拜，不仅免除自己3个月的房租，还俘获了一次锻炼身体的机会。这次人生犹如开挂般精彩，这是他做梦都想不到的。一粒小小的药丸，竟让自己有了爱因斯坦的大脑，所有的灵感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。之前3个月憋不出1个字的小说，现在却只花了1个小时写完，随后便迫不及待地交给出版社。可老板却懒得多看一眼，因为不相信艾迪能在短时间内会写出什么爆款小说，肯定是为了欺骗稿费而来。然而艾迪却非常的自信，宣称只要看过前面的3页纸，主编就会跪着求他赶紧更新。随后他刚回到公寓，就收到了老板发来的电话留言。Eddie, I'm 40 pages further in. Call me. It's a little grandiose, but I'm still reading. Okay, how did you do this? 这番话让艾迪欣喜若狂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预存的能量。当他拿起电话准备回复，却一股凉气瞬间充满天灵盖。很快他的精神再次变回普通人，为了获得更多的能量，于是再次找到小舅子。然而开门的他竟然鼻青脸肿，没曾想他的到来早就在小舅子的预料之中。随之向艾迪坦言，药品其实没有通过药监局批准，当时递给他的那1粒是自己从公司里面偷来的，如果还想要获得更多，就得先帮自己解决下温饱问题。面对眼前这无理要求，艾迪便给了他一个肯定的回应。等他满心欢喜的回来时，发现门口大门竟然早已打开，房间内不仅一片狼藉，就连小舅子也呆坐在沙发上。于是他缓缓走近查看，眼前的一幕却让他惊掉了下巴。此时的他也不管不顾，赶紧拿起电话拨打911报警。然而在等待警察到来时，他才想起此次前来的目的，于是他到处翻找可能存放的药品。果不其然，他在烤箱的夹层中发现里面竟藏着1打美刀和1整包药丸，看着分量足够他吃上1年。但来到警局做笔录时，他对药丸的事只字未提，只是象征性的描述了过程。回家后的他立马打开药包，并快速吞下1粒，自此整个人开始神清气爽，全身充满用不完的元气，彻底摆脱牛马的窘迫困境。再次更新完小说的续集，并在第2天就把稿件丢给了主编。此时的他不再局限于写作，而是用来学习更多的知识储备。除了进入赌场玩乐，还有超级撩妹的基本技能。很快他就成为富豪们的焦点，谈论各种金融政治等话题。但这些都不是他真正想要的，因为他的终极目标就是成为掌控一国的总统。可这需要大量的钱财做支撑，于是他有个超级计划，就是先向高利贷借来10万美刀，然后来到证券公司上班。在2粒药丸的加持下，他疯狂计算着整个股市走向，仅仅只是1周时间，账户就从10万涨到200万。如此劲爆的新闻，媒体自然是不会放过。随后他不仅收到4大机构的邀请，更是引起了金融界大佬卡尔的注意。2人刚一见面，艾迪就展示出对股市独特的见解，自创的一套神秘公式，更是让卡尔感觉自愧不如。如今艾迪的能力打消了他的疑虑，因为他还有个更大的难题，需要艾迪这种人才帮他解决。可还不等卡尔述说，艾迪就根据资料猜出这个老头真实的目的。原来他想一举拿下整个能源界，可偏偏有家叫万隆的公司成了卡尔事业上的绊脚石。此时的卡尔承诺，只要他肯帮忙，必将让他拥有无尽的财富。殊不知艾迪也有自己的算盘，因为他要踩着这只金融巨鳄上位，从而得到整个华尔街的支持，最终拿下一国总统的位置。可就在他浮想联翩时，药丸的副作用开始逐渐显露。
明明是无意识的状态，却不知疲倦地走了10几条街，甚至连记忆也是断断续续，更是在逐渐失去对身体的控制。为了避免对药物的依赖，他开始尝试停止吃药。但是当他拿起材料发现上面的文字竟犹如天书一般，可是自己即将要与卡尔会面，为此他只能硬着头皮前往。果然面对卡尔的提问，艾迪不仅无法做出解答，还时常被电视里的新闻所吸引，因为新闻中被杀的名模正是自己昨晚共度春宵的那位。这消息瞬间让他呕吐不止，甚至怀疑是自己杀了他。为了彻底搞清药丸隐藏的真相，他拿出小舅子留下的账本，并给上面的客户挨个打去电话。谁知得到的结果令他的大脑直冒冷汗，因为名单中的人不是挂了，就是已经变成植物人。此时的他感觉自己正朝着同一方向发展，可就在打通最后一个电话，铃声竟然从身后传出。看来药丸的事情已经彻底败露，才招来了杀身之祸。好在他快速躲进出租车内，这才保住了一条狗命。也就是这一次的逃跑，让他意外遇到了自己的前妻。看着对方恐怖的面貌，艾迪瞬间吓得一批，原来前妻就是第一个吃药丸的人，同时也发现了其中的副作用。为此他尝试停止药物摄入，才导致如今这般模样。听后的艾迪虽然心生畏惧，但他又怎能轻言放弃？于是他还想吞下1粒药丸，却遇到那个放高利贷的混混。原来艾迪早已身家千万，既没有偿还当初欠下的10万高利贷，在承受混混的殴打时不慎掉出1粒药丸，于是混混踩住他的手腕，趁机捡起那粒药丸，然后不管不顾地吞了下去。随后艾迪取出欠下的巨款，并交给了催债的混混。等他办完这遭无趣的麻烦时，身体早已累得精疲力尽。没有药丸的加持，艾迪摇摇晃晃地爬进女友公司，还想让女友帮忙取回药丸。虽然对方一脸无奈的表情，但在艾迪苦苦哀求下，还是决定只身前往。很快他就拿到了仅剩的药丸，可就在准备离开时，却发现自己正遭遇跟踪，而此人正是追杀艾迪的杀手。他眼看情况不妙，赶忙下车向着公园跑去。杀手也是穷追不舍，虽然女友寻求2名壮汉的帮助，但却带走他们的生命。这惊恐的一幕吓得女友只能继续选择躲藏，然后赶紧打电话给艾迪。没曾想最终得到的结果竟是让他赶紧吃下1粒药丸。别无办法的女友只好照做。还不等杀手靠近，女友全身瞬间充满能量，并且对周围的事物清晰可见。随后她冲出巨石，然后快速翻越围栏，身手矫健且行云流水的酷跑动作，成功甩开了追杀的杀手。虽然艾迪再次重获新生，但另一个麻烦也接踵而来。之前的混混体会了药丸的威力，竟开始威胁他全部交出。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，他选择了拿出几粒将其打发。事后他雇佣了2名保镖，同时还买下一座坚不可摧的房子，为的就是让自己全心全意面对即将准备的总统竞选计划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他帮助卡尔拿下一个又一个项目，并且余额也与日俱增。为了确保药丸的持续供应，他还着力搞起了研发实验室，打算复刻出同样功能的小药丸。仅仅只是个把月的时间，他就帮卡尔拿下了整个能源界。没曾想对方格局太小，担心艾迪会成为自己的竞争对手。为了打消他的余念，艾迪说出了自己的终极目标。然而在此之前，他还被一起谋杀案难以脱身。为了摆脱最后的麻烦，他高价聘请道上最黑心的律师。不得不说，这个律师属实牛掰，仅仅1小时就把事情摆平。这当他再次回到公司，准备处理最后一份万隆的合同时，对方的总裁却未能出席会场，但他的妻子说明了原因。于是2人护送女人上车准备离开，却巧遇了他的司机。此人正是追杀自己的杀手。这下艾迪终于明白，原来杀手正是为该总裁拿回药丸，才不择手段出此下策。显然该总裁的药丸已经断供，可自己的却是源源不断的补给。就在他为此沾沾自喜时，一群混混再次找上了门，10公分的肛门照样切得稀碎。闯入后的混混不仅逼问药丸来源，还向他展示新的发现。原来只要注射这种新的药剂，便可延长药丸的功能。可就在混混得意炫耀成果时，却被艾迪一刀刺入心脏，彻底结束了自己辉煌的后半生。然而为了解决掉剩余的2名手下，他竟张开血盆大口，不断吸吮着掺有药丸的血液。有了药丸的加持，解决2人简直就是随意拿捏，分分钟就彻底凉凉。同时医院也传来了总裁的死讯，杀手也被他3言2语策反。就这样时间来到2年后，艾迪摇身一变就成了一国参议员，现在离总统之位只剩一步之遥。可就在他未完成梦想自信满满时，卡尔竟突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。殊不知他并非前来道喜，而是带来了一个惊天的秘密。原来就在刚刚，他竟收购了一家药品公司，并且这家公司正好是药丸的研发地，同时还关闭了艾迪的实验室，目的就是想垄断这个市场，并且要求艾迪只能为他一个人服务。本以为卡尔就是天花板的存在，不料艾迪对他只是微微一笑，因为他早就改良了药丸内的成分，不仅没有了任何副作用，还能保证时间变成永久性。自作聪明的卡尔直呼不可能，怎料艾迪只是一个简单的操作，就让他变得哑口无言。 Van's gonna rear in that taxi. What? The driver's distracted. He's texting. He's going 30 miles an hour. He's 60 feet to stop. He doesn't have room. What the? 面对眼前神一样的存在，心有不甘的卡尔只能先行离开。虽然现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难倒艾迪，但接下来的点餐环节却还是给艾迪好好上了一课。
打打面2个猪油饼，轻松小龙虾，全部要给我围巾啊！围巾会保护你的衣服，这是为保护我当长做。至此，影片全部结束。